朋友们，听完今天的内容以后，我希望你能重新定义你是谁。我们平时赖以存在的大脑其实只是一个接收器，就像你手里的手机，它不是互联网本身，它只是接入网络的一个节点。在这背后其实有3个核心的真相，每一个都足以颠覆你现在的认知。今天我争取给你讲透。第一个真相，你不是你，你是一个信号节点。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你的性格、天赋、直觉、灵感等等，这些都并不是随机生成的性状，而是你这个接收器的调频方式。有的人频率宽，他接收到的信号就多，那我们就叫他天才；有的人频率窄，他信号的干扰特别大，我们就叫他普通人。所以所谓天才的那些灵感或者顿悟，并不是因为他们脑子更聪明，而是他的信号接收更稳定，频段更宽。真相2：抑郁、空虚、焦虑、恐惧等等，这些其实都不是心理问题，这些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你接收信号的中断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接收器还在，你的脑子没坏，只是你没有对准正确的频道。这个时候你拼命地想，我要想通，我要想开，就好像你的手机都没有信号了，然后你拼命砸手机，那有用吗？当然没用。你得调频，你得重新对准正确的频道。其实我之前讲的所有的内容也都是在教你如何一步一步地去调频，如何去改变你生命内在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。目的呢，是要去和天道宇宙共振。其实修行讲的也主要就是这件事。当你最终频率调对的那一刻，我们就称之为顿悟。这需要一个过程，有些人可能会很久，有些人可能会很快，因为业力和慧根都有区别。当你生命能量的频段一旦开始被调整，你就会发现，你生命中的那些结果，那些显化立刻就开始不一样了。你根本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死磕，去一点一点的化解各种的问题。那是因为你还在同一个频率里。如果你切换到了更高的频率，更丰盛的频道，你就会发现基本上你的人生状态就是心想事成的，各种问题它就是迎刃而解的。你只需要做的就是专注地享受当下就可以了。听到这不要误会，我不是说让你明天就顿悟。实话告诉你，见悟是99%的人必经的过程，但是见悟的终点它一定是顿悟，它是在你见悟的过程当中随时会发生的。每个人顿悟的时间点也不一样。那见悟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知道了自己是一个接收器，然后你开始学着调频，就是这个从知道到接受再到熟练的过程，这就是见悟。而顿悟就是那个你的频段终于调对了的瞬间，就像以前的收音机，在不断的调的过程中，突然间那个信号就出来了，那就是你的顿悟时刻。机缘到了，信号就收到了，你的生命范畴瞬间就被打开了。到时候曾经深深困扰着你的人生课题，其实都是瞬间就被解决了。所以现在其实不用着急，你现在所有的痛苦都是在调频的过程，只要你能坚持调频，那个顿悟的时刻就一定会到来，一定要相信这一点。好，第3个真相，这个天道系统其实根本就不在乎你快不快乐，它只在乎你觉不觉察。天道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听起来挺冷酷的，但是这其实才是最大的慈悲。因为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接收器，那你就不会再被身份、标签、评价等等所控制了。你转而思考的是我在对准什么频率，而不是我做的够不够好。这一转念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区别。好，我知道听到这儿，
你脑子里那个小我肯定已经按耐不住地跳出来了。现在我不需要你信我，我只需要你去亲自验证一下。验证什么呢？验证你曾经以为是你自己的头脑，它只是一个接收信息的接收器，而不是在产生信息。我现在可以给你3个在当下就可以去实操、可以去验证的观察，只需要如实的去感受就可以。第一个验证，念头并不是你产生的，而是你接收到的。好，现在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就保持放松，等着下一个念头的出现。注意，不是主动去想，就是安静地等待下一个念头。你现在可以先点击暂停，直到下一个念头的出现。好，发现了吗？念头是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？在它出现之前，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你承不承认？那请问，如果念头是你的头脑产生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呢？所以你看，关键的问题来了，你是念头的创造者，还是第一个看到它的人？如果你刚才诚实地观察了，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像后者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念头是客人，你是主人。那么请问，哪有主人被客人牵着鼻子走的道理呢？不是应该客随主便吗？这是第一个验证，也是你第一个值得深思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验证，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上，不要控制呼吸，只是感受呼吸的进出。你会发现你的念头仍然在不断的涌现，但是你的注意力呢，却可以不跟着它走，因为你关注在了呼吸上，对不对？那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念头只是流动的内容，而注意力是可以自由移动的光标，而你是那个能移动光标的主体。不是你把注意力安放在了呼吸上吗？如果你是念头本身，那么你是不可能看到念头路过的，你能看着它，就说明你不是它。好，我们再看第3个验证。每当你做一个微小的决定以前，比如说先眨左眼还是先眨右眼，先别急着做，在你还未行动的瞬间先停住。你会注意到，在决定出现前，它会有一个空白，没有任何语言，没有任何理由，但是你的选择正在酝酿当中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个瞬间极短，但是却非常的关键。比如说像刚才眨左眼还是眨右眼的这个决定还尚未形成之前，但是却已在运作的那个地方，它是什么？它不是情绪，也不是念头，它是一个纯的意识空间。而念头、注意力还有选择前的这个空白，这个纯粹的意识空间，它们都能同时的被知道。有没有意思？它们都能同时的被知道，不是吗？那个知道它们的东西是什么？一定不是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，对不对？通过刚才这3个验证，你是不是已经明白了，你脑子里的那个天天喋喋不休的制造焦虑的声音，根本就不是你。你是那个能听见他说话的人，你是那个能看着他演戏的观众，你是那个能决定把注意力放到哪的那个存在，你是那个能感知到安静纯粹的意识空间的存在。所以请问，你还需要为你的疯狂的头脑负责吗？收到了吗？一旦你确认了这一点，你的人生剧本就开始改变了。所以今后你完全不再需要去拼命的努力证明什么，你只需要保养好你的接收器，也就是你的头脑和身体，然后清理好你的信号干扰源，也就是你的那些低频的念头和情绪，再然后呢，去对准那个高频的信号，也就是天道。用什么对准呢？放心，你有这个功能，就是我刚才带你体验的那个知道，也就是你的觉知。它是你和天道连接的部分，它是你和天道同频的部分。剩下的事情很简单，就让丰盛的信号自然地通过你流淌出来。
这个时候你就是真正的天人合一。所以记住，你不是在创造生活，你是在接收生活；你不是在创造剧本，你是在接收剧本；你不是在解决问题，你是在穿越问题。永远都要记住一点，你比你的大脑更伟大，你比你的念头更自由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试着做一个清醒的接收者。当情绪来了，念头乱了，告诉自己信号有点干扰，我来调个频，而不是我真糟糕，我又失控了。就是这一念之差，就是你觉醒的开始。好，在评论区打出"我是接收器"这5个字，让我们一起把那个被头脑困住的自己，被小我困住的自己彻底的释放出来。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